要理解宏观经济学，我们得先从它的核心问题说起。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试图解释和解决的问题。简单来说，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使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同时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例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时，政府可能会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如增加政府支出或降低利率。相反，如果经济过热，可能会采取紧缩政策，如提高利率或减少政府支出，以避免通货膨胀。一个国家之所以使用这类政策，是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工具和理论，帮助政府和中央银行理解和引导经济。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美国在20世纪的大萧条期间，首次大规模应用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那时，由于经济活动严重萎缩，失业率飙升，政府采取了系列措施来刺激经济。这些措施后来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制定，还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例如，当中央银行改变利率时，它不仅会影响贷款和储蓄的成本，还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决策。此外，宏观经济学还密切关注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比如，美国的货币政策不仅影响美国经济，还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货币价值和经济状况。宏观经济学不仅是理论上的研究，它实际上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理论和模型被用来预测经济趋势，帮助政府和企业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例如，通过分析经济数据，宏观经济学家可以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这些预测对于制定政策和战略规划至关重要。在探索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如何运作，还能更好地理解政府为什么会采取特定的经济政策。它让我们明白，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普通人，我们都是经济这个巨大系统的一部分。我们的决策和行为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着这个系统的运作。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深入解析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之后，我们来聚焦于一个具体的国家实例——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采取的经济政策。这个时期不仅是美国历史上经济最为萧条的时期之一，也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得到实际应用的重要时刻。1929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股市崩盘，这一事件标志着大萧条的开始。随后的几年里，美国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工厂关闭，失业率飙升，无数家庭陷入贫困，银行因大量坏账和储户提款而倒闭，整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在这个背景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上任。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他提出了一系列被称为新政的经济复兴计划。这些措施的核心在于通过政府的积极介入来刺激经济增长，减少失业，恢复公众对经济的信心。罗斯福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应对经济危机。首先，为了恢复银行体系的稳定，政府实施了银行假期和紧急银行法。这些措施旨在阻止银行挤兑的恶化，稳定金融市场。此外，政府还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保障储户的存款安全，恢复对银行系统的信任。在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罗斯福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公共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建设公路、桥梁、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也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发展。此外，政府还实施了农业调整法案和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旨在控制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稳定价格，提高农民和工人的收入。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些措施并未立即结束大萧条，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困境，为后续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
这些政策的实施也反映了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实际政策中的应用，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这一理论在罗斯福的新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美国逐渐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这一过程也证明了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经济危机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并非没有争议。一些批评者认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会扭曲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的低效分配。此外，通过增加政府债务来资助公共工程和其他支出，可能会在长期内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和挑战，罗斯福的新政仍然是宏观经济学实际应用的一个重要案例。它不仅改变了美国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应对方式，也对后世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践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以及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和稳定方面的关键角色。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了解了美国在大萧条期间实施的新政策略及其初衷。现在，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政策实施后对美国经济的具体影响和转变。罗斯福的新政在多个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首先，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政府成功地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这不仅直接减轻了失业的严重问题，也间接地通过增加工人收入促进了消费需求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这些工程改善了美国的基础设施，为后续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通过对金融体系的干预和改革，新政帮助恢复了银行业的稳定性和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例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建立有效防止了银行挤兑的发生，减少了银行业的风险。同时，政府通过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增强了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安全的投资环境。在农业和工业领域，新政通过调控生产和价格，帮助稳定了市场，提高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从长远来看，它们有助于减少生产过剩和价格波动，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新政并非万能。虽然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它们并没有完全解决大萧条的根本问题。例如，虽然失业率有所下降，但直到1939年，美国的失业率仍高达17.2%。这说明政府的干预虽然可以缓解经济危机，但并非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解决方案。此外，新政对于政府债务的增加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为了资助公共工程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政府不得不增加债务。这种财政赤字的做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必要的，但也为未来政府的财政政策埋下了隐患。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新政对美国经济和政治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美国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使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更加积极的角色。这种模式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继续影响着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政策。综上所述，罗斯福的新政虽然在解决大萧条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不足和争议。这些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考，让我们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复杂性和长远影响。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角色，以及如何在未来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取得平衡。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在前几段中，我们已经深入探讨了美国新政在国内经济上的影响。然而，这些政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国国界，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引导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方面。首先，美国新政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典范。在此之前，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对有限。
然而，大萧条显示出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风险，使得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其在经济管理中的角色。美国新政的成功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政府如何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的有效案例。其次，美国的这一系列政策也为全球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及政府通过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在新政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验证。这一理论的成功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影响了包括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凯恩斯主义成为了20世纪中叶多数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流。此外，美国新政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大萧条期间，为了保护国内产业，许多国家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限制进口商品。美国也不例外。但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美国开始推动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国际贸易。这一转变对于形成后来的全球贸易体系，特别是2战后的吉尔吉斯布雷顿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美国新政中的一些具体措施，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措施不仅帮助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提高了公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许多国家在之后的年代里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建立或完善了自己的社会福利体系。最后，美国新政对后世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改变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还推动了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通过对大萧条的反思和新政的实践，经济学家们更深入地理解了经济周期、失业、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并发展出了更为复杂和成熟的理论和模型。综上所述，美国新政不仅改变了美国经济的走向，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全球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并对国际贸易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新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合理的政策制定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通过学习和反思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性，为未来的经济挑战做出更加明智和有效的应对。